中国山西大同嘛，出现了有一个订婚强奸案。首先大的环境嘛，中国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结婚，然后生育率也那么低，你就从那个社会危害性的那个角度来出发，你就是那么好一个小伙子，而且人家也是订了婚的，和你去结婚，对，又出彩礼又买房等等等吧，又订婚，该走的手续一个也没落，一个也没少。对呀，结果你把他判3年，那个就是相当于3年有期吧，然后他一辈子会背上这个强奸犯的骂名，而且本来有这么一段好的姻缘，他也互相之间就是相当于也没了。而女方呢，她本身这个事情，她会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第二的话，她再想嫁人的话，她怎么好嫁人呢？所以我就觉得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对未来来说，对她的婚姻也会有很大影响。对。所以说我觉得或多或少肯定是有一定冲突的，有一个就是说小悲剧发生吧，应该是有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具体到什么程度，构不构成就是所谓的强奸呢，还是说性侵呢，还是怎么样，这个咱们也没有办法去判断，但肯定是发生了不太正常的事儿，得是这么说。可是我就是了解了之后，我还是有一些气愤的。当然因为我是男性，所以我天然的会不太客观的站在男性的角度，所以就是有一些博主他把这个就比喻成大概10几年前的南京彭宇案，就说有一个老人摔倒了嘛，有一位路人把他给扶起来了，最后老人他可能当那一刻失忆了，他认为就是你撞的，后来去打官司嘛。那位法官他就说，如果你不是你撞的，那你为什么要扶呢？结果后来这件事情之后，就导致很多人他在路上碰到老人跌倒都不愿意扶，导致了有一些悲剧嘛。你说这件事情法院这么判，他对于社会来说，他是不是就会让男生更加警惕，就更加恐惧去结婚？就是尤其是对于女生的态度可能会变得就多一个心眼儿，说可不可能这件事情最坏的结果会发生成类似于某一个案件这种结果，就是对，会引起人的这种警惕性，就是对。而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国内它这个彩礼完全就是一个陋习啊。你说但是这个事儿就我们永远要站在双方的角度都去看，包括你从女生角度来看，也是一个就是说一个警惕性的东西，就是他在警示，如果说你对于这方面的这种是很保守的，然后可能就是说我就是不可以婚前怎么样的，那你就不要说在婚前跟男生有过多的这种独处的时间空间，这个也要去自己要相当于是保护自己吧，也不要去给别人这种非分之想的机会和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它是双向的。对，就是说瓜田李下你就不要提携，就是说，哎呀，其实这个事儿肯定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我觉得，因为我敢这么说的话，因为我了解了一些，就它其实是个悲剧。我觉得你站在男方的角度也没有问题，然后但是女方的话肯定也是缺乏智慧的，要不然这个事儿他也没得到什么好处，对吧？虽然说最后可能说所谓的受害者是女方，然后男方承担了责任的主要的一个这个代价的付出者，然后女方呢同时也是没有任何的利益的得到，然后也只是名声啊各个方面社会的谴责也得到了非常多，包括他自己可能也觉得本来是一个好的事情变成了一个悲剧，就这样发展成一个悲剧，然后也不是他想要的结果吧，就是对，就是这样子。对，因为你看尤其是婚前彩礼这种情况，其实它就是一种就类似于这种说市场交易这种感觉的，对吧？符合经济学原理，它有一定的稀缺性，那么它的价值就会提升。那如果说男性是很稀缺的，100个女的比一个男的这样的一个比率，那肯定不存在彩礼了，对吧？那可能男方得要钱，就是因为女性适龄的女性可能说在这个整个人群当中是比较稀缺的，所以说它有这样一个竞争的一个价值，就是说你想娶我们家女儿，你得掏得起这个钱，得买得起这种房，你才有这个竞争的前提。
对，相当于它是一个资质的认证，就也不是说真的对图他那钱，但是是说看你有没有这对，个实力。因为我们这个咱就是类似于说，我是市场价值的一个最底线是在这摆着呢，就属于是这样的。我们家孩子又不缺个鼻子少个眼睛的，对吧？我们最低得是这样一个标准。其实你看，在动物界当中也是这样嘛，雄性求偶也是要使出各种各样的方法去争取雌性的青睐，否则你就无法繁殖后代呀。对呀，也是人类的一种本能，的一个体现。对啊，就像孔雀啊，它为什么要长那么大的尾巴？首先是浪太多了，对，太多，自然界比比皆是。对，求偶都是指这个雄性去求雌性嘛，雌性是有选择权的，我要挑一个最强壮的啊，怎么样，声音最大的一个最健康的雄性去跟它繁殖后代。之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我们都是贵族的后代，因为古代的那些底层，他可能是就是他找不到对象的，然后可能最后对，就应该是这样，就特别底层的，他可能就被剥夺了生育权、繁殖啊这种的，或者说你有钱的贵族，你繁殖的后代你就多得多，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但是又过了多少年呢？贵族的后代最后也有一些分了三六九等，然后没落了。所以就像有钱人的话，他可能会生很多的孩子。所以说现在国内也有一些富豪在美国去那个待遇，可能生了有100多个都有。然后对，因为现在的社会也是这样的，就经济条件更好的人，他的选择性就更多，他可能生个1胎、2胎、3胎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那如果经济条件不好的话，可能1胎都会非常谨慎，2胎和3胎可能就是完全不考虑的一个情况。这也是很现实的。但是反过头来，你看现在国内也有一些那个经济条件很好、学历很高的女性，她就是不想结婚。因为她觉得可能就是说，她在权衡啊，我结婚生孩子之后，我要损失很多我的时间精力，然后我的事业各个方面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她就更清晰一些自己想要什么呗。就像之前那个奥普拉他也说过，他说我不能生孩子的原因是我一定没有办法做一个好母亲，我是事业型的，我的事业是我的第一位的，所以我只能是把孩子这件事儿就是说放弃了，然后我可能我姐姐的孩子我就当成我自己的孩子，天下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他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对，他就想得很清楚。我记得之前我看《非诚勿扰》里面有一位哈佛毕业的一个男生嘛，他说从环保主义的角度来讲，他不要生孩子，但他要领养很多很多的孤儿，然后他就天底下都是他的孩子啊。这挺博爱、挺伟大的，我觉得哈，这个大爱是一种。对，可是就是我个人而言的话呢，我还是比较传统嘛，我还是想生一些孩子，然后把他们生一些孩子，你这太传统了，生一个还不够，得生一些。对，我想把他们都培养成，就是根据他们自己各自的优点和闪光点吧，把他们都培养成对社会有价值的。但是就是说只是一个想法，真正你实际你得到的孩子具体是什么样子，这可能就像拆盲盒似的，未必是你想象中那样的，而且一切也不在你的掌控当中。对，这个东西就只能说是看命运的安排。所以说我觉得孩子这块的话，一定是2个极端都要考虑到，就是最好的情况下是什么样，最坏的情况下我也得接受，然后我再去选择去拆盲盒。对，所以说思想的提前的一个建设和准备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有家长就是说在那个妇幼保健院工作嘛，他们就是做护士什么的，经常就有那种弃婴的出现有一些残疾啊，有一些问题的孩子，那个妈妈生完之后人就走了，就不要了，这个每年都是很多的。对，这就是现实，很残酷。但是我觉得很多悲剧其实是可以提前去避免的吧，就是包括你说的这个最近的这个案子，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悲剧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就是没有一个人是胜利者，就两个人都输了，就像你一开始讲的那样，你说谁得到什么好处了呢？互相把彼此的人生都给毁了，等于是。可是就是我的大脑病毒的话，还是想塑造出一个恶人出来。我觉得这里面的恶人，其实我觉得公平的来讲哈，就是说从一个我认为公平的角度来讲，我既站在男方也站在女方的家庭来讲，我觉得双方都是结果的受害者，因为过程我们无从得知具体是怎么回事，但是从判决上来讲是男方的过错。但是你也知道，一件悲剧的发生一定是双方本质上来讲都是受害者，不见得说我官司打赢了我就天天我就能乐得出来，我笑得出来，对吧？这也不是这样的。对啊，可是就是说你觉得男方无论怎么样的冤屈还是委屈，然后或者女方怎么样啊，也是所谓委屈啊，还是说大家觉得可恨呐，或者说不解呀，或者说疑惑等等等吧，这件事情上没有利益的得到者。你不觉得女方的那个母亲太霸道了吗？你就是要求人家那个给彩礼，然后还要房产证，他1分钱没有出，没有买那个房子，他要求房产证上面。但是这件事情就是说发生的这个强奸案和彩礼啊、房产证这些，其实之间又没有必然的联系。只不过是发生了这种不愉快、这种不美好的事情之后，女方可能觉得我这是一个把柄，然后可以为我方争到，就是女方家争取到更多的利益，他出了这一个策略，然后去谈，但是又谈失败了，或者说他可能觉得反悔了，可能觉得我还是就想用法律去制裁你，我也不想通过这些金钱方面的这种去弥补了吧。就是这个具体的思维过程咱们也不可而知，但是我觉得肯定就是说这一切的前提是一定是发生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就是一定有不正常的事情发生了，才会有后续的这些解决方案。因为如果说两个人就是真的是完全是你情我愿特别美好的一个事情的话，不太至于变成最后这个样子。因为很多人会质疑，就是说是不是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发生，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然后只是女方在这造谣啊，或者怎么样，完全是一个冤假错案。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并不是说特别大。因为一个法院他去判一个案子，肯定也是咱说人证物证得俱全，这个东西也得有依据，也不是凭感觉去判的，对吧？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发表观点的话，我们其实是凭感觉的。也就是说，从公正度上来讲，我觉得法院的公正性可能比我们网友去猜测的公正性要高一些。毕竟我们没有真实的证据掌握在手里，法院也不会公开这些东西给我们，我们只是看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这个心理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对。然后包括很多网友说判的有点重了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法聊，因为我们也不懂这个，第一这个法律具体是怎么样，再就是这个案件具体是什么程度的，我们都无从得知。只是这个事儿我们大约是大致的了解了一下是怎么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其实真正遇到矛盾的时候，上策就是双方能够给他和平的解决。很多人认为法律能够保护我们，法律能够把这件事情给办妥了，那是小孩子小学生的思维。你说首先一打官司的话，你这一搞拖个2年，然后中间那些费用，包括他本来的工作，包括说那个男的被羁押了700天嘛，在看守所里才700天，这是很遭罪的这个事。对呀。我记得就是我们家有一位亲戚嘛，他本来在广州，他有自己的企业，还是一位企业主啊，然后突然就被警察抓进去了，然后就1个月就失踪了，所有人都联系不到。然后
结果抓了1个月之后才发现抓的那个人是跟他同地的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好，那把你放了嘛，你回去了。就抓错了呗，就是。对呀，就抓错了呀。可是他声誉就受到很大的影响，周围那么多人，打电话包括一些客户啊都联系不上。但是那没办法，那我抓错了就你自己自认倒霉。对，那他也可以去打官司，找一些国家赔偿什么的，也可以维护一下自己的权益。可是你要知道，你去打官司的你耗的那个精力，对，也是一条很艰辛的路。对，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根本就是救不了我们。我觉得一旦选择打官司的话，那其实就是输了，倒不如就是双方我们合并来解决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你就是可能你打官司打赢的那个就是花的那个能量，可能就是最后赔个几百块钱或几千块钱，但是你这中间这个1-2年遭的这个罪啊，也许你可以挣个好几十万。对，也就是说你去伸张正义的时候，为自己去得一个公平的判决的时候，也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对呀，所以你看当时我觉得就这件事情那一点，他那个男方他不是说他说好了一起去那个什么房产证里面去加名字，结果因为他去火车站接他姐姐迟到了5分钟还是10分钟，10分钟，然后女方直接走了，那我直接告你去吧，我要让你坐牢。好，那其实你从女方刚才这一个细节上，就是因为迟到就撕掉我们之前的约定，然后直接去选择去告他，去起诉他。我觉得就是女方从这一点上来揣测女方的这种可能想去用法律制裁他的这个想法，可能还是比较强的，只不过可能也是压抑了一部分这种冲动，然后就想着啊，可能我最后也得不到什么，就算给你判你坐牢了，对吧？我可能还不如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后你给我们多一些好处，怎么样，我们就勉强可能就忍了。就是站在纯女方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不是说事实是怎么样的，就是从女方角度来讲，我猜测他的心理过程可能是这样的，要不然也不可能就说50分、10分、半个小时就等不了，对吧？对呀，而且你说女方家长的话，他要那些彩礼，他做什么？对，你有可能是他还有个弟弟，可能给他弟弟结婚用，或者说他，你说难道是说图他那个抚养费吗？真正如果是说爱女儿的那个父母，我觉得他就是我听说有浙江那边的嘛，他说什么要188万的彩礼，然后要一车一房，对，然后但是实际上他只是说来给你考验你有没有这个实力付出那么多钱，最后也会给他等价的那个，就相当于叫嫁妆吧，比如说男方出188万，然后女方这边又出等价的，可能多少或者要么是至少70%，然后最后这一笔钱是给这个小两口，相当于作为他们新人的那么一个那个共同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建立的一个基金，相当于对，你看，而反过头来在印度那边都是反着的，一般要是说那个那是女方给20万人民币左右的嫁妆，那是我听说的，或者说现在慢慢有那种自由恋爱了，那可能男方的话也说我私下里，你要是给不起那么多，我私下里给你这笔钱，或者给你个10几万，啊，然后我们只是走个过场，然后最后把婚给结了。对，其实彩礼这件事儿吧，就在中国，如果说双方都是比较明事理的家庭，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就是往往是在一些小的一些县城啊，这种就是山村呐，可能传统观念一个是比较强，再就是人的这种思想比较思维的这种方式比较狭窄，他就是单纯的去认定把你我分的这种，对吧？你家的钱拿到我们家，我就心里舒服，他没有很多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利益的想法，对，就是他的认知是比较低的，所以说他就会更在意这个东西是怎么样一个形式。实际真正的懂明事理的父母都是为了孩子俩共同的生活去打造，去这个添砖加瓦吧，就是所以说不存在说什么太多什么你的我的这种博弈。也就是说，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能看出来，双方实际上它是一种敌我的状态，敌对的状态，他并没有真正的是想两家结合成一家的这种
这种幸福啊喜悦的这种感觉，它实际上是两家像在这下象棋一样，拼个你死我活的感觉。结果最后就双输了，就像战争一样，其实最后对，包括孙子兵法呀、易经里面，他都讲到是没有赢家的，你只要对呀，兵者不祥之器也嘛，对呀，就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战，对呀，劳民伤财呀，对呀，就像现在贸易战似的，那谁赢了，谁能笑出来呀？你说这不是双方在这互相在这儿，对吧？你捅我一刀，我捅你一刀，那不都得流血吗？你说？对呀。但是人类，小到家庭，大到国家，就还是这么愚蠢呢。人类从来没有真正的成熟过，或者说进步过呀。我们一直在复制、重复这一套思想体系呀。对呀，所以就是他们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美国那边打离婚官司嘛，最后就是要那个对于分割财产，夫妻双方都有那个异议嘛。可能妻子她就觉得你肯定背着我藏了钱了，你现在你想那个跟我离婚，再去找你的小三，然后一旦他们找了离婚律师，那很多离婚律师他就是拼命的把那个搞拉锯战，把那个时间线给拉长，然后导致最后双方就是本来是一个家庭里面的钱，最后都归律师。对，我之前听的那个书，他也是说，律师实际也不管你得到多少，他最后就想赚律师费。对，哎，其实人世间的悲剧你会发现都是类似的，就是大家在互相拆台，然后互相攻击，然后总觉得自己能胜出，实际根本就没有人能笑着走出这个战场，然后但是我们又乐此不疲。就是你看这个案件其实彻头彻尾就是一个悲剧，明明是一个结婚订婚这个吧，小两口奔向新生活的这样一个故事剧情，结果就走到了上了法庭，然后互相这种对吧指责，然后最后男方判刑，女方就是也是这样，各方面吧遭到大家的质疑，然后可能未来的婚姻前途都会受很大的影响。所以说，你说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一个旁观者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觉得不是说我们去站一个队，然后去谴责另一方，这个是最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那这个很容易啊，这件事儿，我们去站队就只是表达某一个角度的去观点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我们不会获益啊，因为你还是在重复这一套。敌对的这种思想体系，或者说二元对立，对，二元对立，我们没有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去解读这个悲剧的为什么会发生，就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它的原因，核心的原因。其实这件事情的核心的原因就是在于两家的这种互相的不信任，包括两个人就是单纯的为了结婚而结婚，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没有任何的两个人之间的爱意，对吧？这个很多博主也都讲过了，两个冰冷的人，然后发生了这样一个悲剧。其实我感觉是很愚蠢的一个事情，就是就两个人都没有什么智慧，女方是没有智慧的，男方更是没有智慧的，然后双方的家庭也肯定也是要负相应的责任的。对，儿女的教育也是不合格的，可以说都是有毛病有问题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个话挺气人的，但是双方一定是某些方面都是有问题的，才会碰撞到一起产生这个悲剧。就像之前有一个也是中国很火的那个嘛，就是被一刀砍脖子那个事件嘛，就是其实双方都是很愚蠢的去处理事情，才会导致这个最不好的结果的产生。所以我觉得人最终还是要去提升自己的智慧，才能避免一些悲剧的发生。是的呀。那如果是这件事情是有智慧的一种状态，就你没有智慧，你就是好事都能最后发展成坏事。
因为你看智慧这东西就是什么，它是比较长远的一种东西，就不是说我只看眼前的利益，我只看追求一个高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这种快速的发展下，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就比如说2个人3个月就可以订婚，就可以去领证，那你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吗？不见得。对呀，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呀。2个正常的人怎么能3个月就去结婚领证呢？这本身就是一个硬搓在一起的，可能都不是你情我愿的一个婚姻，所以就导致了一系列的这个事件的发生，然后一点点发酵成为这样一个最后非常恶劣的一个事件。所以如果2方家庭从一开始就看到了这个事情的不合理不正常，就可能去加以干预的话，可能就完全不会是这个走向，可能2个人最终就是没有什么感情，性格不合适，也就分道扬镳了。我觉得一系列的急于求成都是会导致一个最不好的结果产生，就是人太着急去想要一个好的结果，反而得到了一个最差的结果。就很多电影电视剧也都是这样去编剧情，你太着急了之后，一定会得到一个完全你不想要的东西，连接近你的想法的都没有，就是跟你想要的那个是完全相反。比如说我们之前聊过说金钱这个话题，很多年轻人都想着去发大财、赚钱、创业等等等啊，快速的提升自己在社会的段位。那么我就想问一下，谁想慢速的提升呢？大家都想快速提升，所以这个想法是没有意义的，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啊！你想快速提升，这世界上有快速提升的路吗？有一条风险之路。那么你走上了风险之路之后，你本身就是缺乏智慧的，所以产生了一系列不美好的结果的时候，这个就不要去怨天怨地了，实际上这就是自己选择的代价。对吧？我们急于求成，你就要得到一个最差的结果。我们去贷款100万去创业，那你最后就是负资产100万，这个结果你要接受的。那同样一个人他积累了30年，攒了100万的资金再去创业，那最差的结果就是他攒的钱没了而已，他不会负债呀。所以说所有想速成的结果吧，就以我的智慧来看，你如果想速成一件事情，我只能说祝你好运，因为以我的智慧认为，速成一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就像说以前说你的这个我们看的电视剧神话的嘛，他修炼了1000年，他修炼300年，那你300年的想超越人1000年的，你除非练什么邪功邪门歪道，对吧？但你看那种练那种邪门歪道的人，最后有一个有好下场吗？没有全都是什么走火入魔，然后又移花接木对呀，什么葵花宝典，对吧？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对，所以还是说就是要长期主义。你看当时那个就是北宋有一位宰相叫寇准，他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嘛，可能加上他自己运气好，然后20岁出头就考中进士，然后去做大官，所以他的那个知识的积淀嘛，最后就有人批评说就是他比那些可能考了10几年的那些人，他的那个文化底蕴要低很多，然后有时候做事情，包括他那个傲气就很那啥，然后就导致他3次被罢相，然后再就是他那个做事情积淀低很多。所以后来呢，就是在明朝的时候，张居正他也是年轻的时候，他就是明明那个考取人，他名次很高的，但是那位主考官他知道他是神童，为了保护他，他就故意让他落榜，你落榜几次，你回去再闭门，好好的提升自己的那个软实力，然后你再来考，再让你去做官。然后那次的曾国藩，他也是就是26岁好像就考上进士了，然后后来在朝廷里面就各种看谁不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头去抨击别人，然后最后就被贬官了，
还是说因为他的父亲去世了还是怎么样？然后他回去之后，他就慢慢的就开始痛定思痛了，他觉得哎，我以前确实是锋芒毕露，我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然后后面慢慢他就学会怎么样忍痛虽然对对，然后对，所以后来他就做出了很大的成就。就是说有的人他碰壁之后他会反思，然后会改变自己，然后他可能就会变得更好。但是很多人碰壁之后可能会觉得自己只是不走运，然后还在用相同的方式去在与自己的命运去抗争。其实太多的大道理吧，大家都觉得说没有意义，不爱听。但是大道理这个东西，它就是可以，如果你提前吸收好了，你就可以避免很多人生的坑。所以我一直觉得，信奉那些很现实主义的人，其实我不愿意去反驳他，因为现实这个东西它会打脸的啊，你不需要我去反驳或者谁去反驳，现实本身就是非常现实的。他跟你是不客气的。很多人觉得说这个道理那个道理，其实道理这个东西它是很有价值的。所以说年轻人我觉得还是得看书，然后要专精很多就是觉得对你有帮助的书籍可能不一定说追求多大的量，而是能够真正去改变和提升一个人智慧的一些东西。这样可以让我们提前去避免人生很多的这种很明显的坑。比如说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就不会选择和一个相亲3个月的人去订婚或者怎么样。这个事儿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不合理的。或者说天上掉一个馅饼，有智慧的人肯定会直接就是微微一笑，对吧？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智慧的人就觉得说不定我就是那个幸运儿呢。但是天上掉馅饼这种事你也知道，99.9%都是什么呀？都是杀猪盘，都是骗局。对，就是没有包括我从小也经历过特别多，就很天真，就是等等的一系列的东西。就这个世界上想骗你钱的方式真的有无数种，但是唯一不变的核心就是让你几乎不去劳动就获得巨大的利益，这原理是不变的。就是调动人性的那种贪欲贪婪。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学习去提升，去克服这些东西，人性的弱点。对，所以我就想说嘛，一般情况下，就是像有人说，你去请那个朋友去餐馆里面去天天去吃饭，那样子会掉财。其实那样子不一定会漏财。真正漏财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有一个3-5年都没有联系的那么一个同学，突然从群里面加你了，然后给你套近乎，然后后来跟你说我现在知道有个项目或者我需要一点那个资金去回笼，能不能借我3-5万块钱我保证就是几个月之内给你还给你。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相信的话，可能他自己也是被洗脑了。还有5秒，我们重开一下好，正好今天聊了之后我马上就去剪。对，然后刚才你说到是说到什么，就好久不联系的一个朋友，然后加你的微信，然后怎么样？我不是说我自己的个人，我说我听到了有朋友举个例子那样子会漏财的。他可能他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他也是会相信他能够挣到钱的，但是他自己也是被洗脑的。对，你有没有开始录？没有录吧？我开始了。没关系，那我简单。就是我有一个同学嘛，他当时就是就是类似的，他去加我，然后他跟我说他就是认识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女生吧，然后贵州那边的，是他的好朋友，然后什么母亲要做手术然后他需要可能10几万，然后他把他所有的存款所有的积蓄都借给人家了然后找我借3万块钱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嘛，我说首先他如果是你妈做手术了，那还好说，那只是你的一个朋友，又不是你女朋友。第二的话呢，那你自己你父母怎么不借钱给他？
你父母怎么不借钱给他啊？然后所以说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对他说，钱借不到你这儿啊，有点不合逻辑啊。对对，然后他还说他把他身份证拿去做抵押，嗯后来然后在群里面，哎我肯定会还的，好，后来结果那个时候我就对他说，我说我马上去爱尔兰读研究生了，而且那个学费也很多，我也在那边勤工俭学嘛，我很同情你，我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早日好起来啊，但是暂时帮不到你啊。然后后来他也没有继续了嘛，啊，结果最后才知道他可能遭遇了杀猪盘，那个所谓的女生那个好朋友其实就是看他单纯骗他钱啊，然后鼓励他，让他去找他所有的好朋友去借钱。然后让他自己把他身份证拿去做那个什么抵押，去搞那种网贷嘛。然后后来他因为这件事情又去做什么，最后又去送外卖，又去做保安什么的，然后大概打工了好几年，他才还清了那个钱。所以我就想到了那种就是有一个故事叫项链吧，你看那个例子，一个人他一旦被骗了一次的话，他可能后面好几年3-5年他都翻不了盘啊。而且第二的话，他会对人会缺乏一种信任感，就是对，就本来要去做生意的话呢，那无所谓，反正我照样是很眼睛里面有光，很清澈的去看这个世界。但是后面的话，因为那一次确实心理阴影太严重了，然后我可能看所有人的话，我都会戴一层墨镜。我跟你说，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只不过有的人比较幸运，他因为各种原因，出身啊、生长环境，然后机遇、接触的人和他的个性，很多的这些综合原因，他可能避免了一些不美好的人事物。然后有很多人可能接触的人比较多，然后等等原因，他就面临了非常多的这种骗局啊，然后这种欺骗啊、人性的这种狡诈呀。所以我相信，因为我并没有说经历特别多那种东西，有一些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有运气，再就是我是一个不太愿意去社交很那种的人啊，就是很愿意去跟人交朋友啊，就是太多余的社交我是没有的，然后我不愿意跟人过多的接触，就是相对来讲算是比较孤僻，但实际又不是一个孤僻的人，就是一般的人我是怎么说心里话的话，就是一般人我是看不上的就是我是不能交往的就会看到对方有很多的地方是跟我不一样的，然后我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就会一般就会去就是慢慢的远离。所以说我上当受骗的几率相对就能低一些，因为没有太多的朋友啊、酒肉朋友啊，太多的这种社交。然后我觉得经历了人生很多不美好的事情之后，对人会产生怀疑和抵触和恐惧的话是非常正常的，然后也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他的那些东西，你没有办法去评判他就像说未经他人苦，不要劝他人善，这种意思是一样的。就他经历了太多之后，他可能就磨灭了他的那个人性的光辉的东西，他就变得不再表达善意就是把自己全包起来，非常的这种恐惧的状态，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每个人的遭遇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就是想说，人怎么样去避免很多不美好的事情呢？其实是有方法可循的，就是你要从人性的很多弱点上包括人的一些缺乏智慧这种很愚蠢的一些想法上去改变吧。因为我还是认为思想决定了很多东西。思想是一切的前提，你的思想如果有问题，然后今天就是说放在这儿，我觉得我思想没问题，然后呢最后事实会证明你这种有问题的思想它会导致一个不好的结果产生。所以如果一个人足够谦虚的话，他会先把他的思想给解决掉，那么后续的这个所有的事情就跟着一起消失了。这个就类似于有点像因果业力是一个感觉的。因果业力的核心也是你的这个思维的方式产生了一个善因，产生了一个恶果。那么你这个因果的那个思维不改变的话，
你最后实际得到的因果就是无法改变的。所以你看佛教它讲，就是说你有很多东西你去忏悔，你去反着去想，你之前喜欢杀生虐待小动物这种不拿他们的生命当生命这种思想，你今天你学佛了，你意识到这个是错误的，然后你就忏悔你以前做的很多错事，这不就是从思想上开始去改变。然后上师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从因地上去改变，从原因上开始改变是真正的智慧。就是一切的话题我们最后还是会回到思维上。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悲剧，这个案件，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思维的一个问题，思想的一个错误才导致的悲剧。如果说两个人思维是没有问题的，那可能是最后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结局。但是恰恰是两个人的思维都有偏差。就咱们首先说女方的思维，女方的思维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很这种，对吧，极其现实的这种，我可以跟一个我没有感情的人结婚，只要对方的条件合适，各方面我觉得还行，然后我就可以凑合走这个像演一场戏一样，就跟他走入婚姻。你不觉得是女方的妈她也有很大的问题吗？我感觉她有点像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呀，他们是一样的人呐。如果说女孩和女方的这个父母思维不一致的话，她不会去听她父母的。所以他们的思维是一样的，都是这种就是可以向现实妥协的这种人。我不追求说单纯的就是男欢女爱感情基础，就是只要是物质条件合适，那我的这个感受、我的思想、我的喜好，这个都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的。但是事实证明是这样吗？事实证明，当这个男方跟他单独相处的时候，有一些过于亲密的行为的时候，女方是可以说是非常抵触的、反感的、拒绝的这样一个状态，对吧？这个可能不太合乎于常理所谓的说我拒绝婚前的这种行为，我觉得这个可能都不是理由，就是单纯的他对这个男人是不接受的，我是这样去理解的。对，所以说才会反应那么的激烈，然后这种激烈呢，可能这个男方也是非常缺乏智慧的一个人，那在这种很激烈的反抗下，你又要非得去怎么样具体怎么样咱不知道，所以就是一个错误又叠加了另外一个更大的错误吧，可能是可以这么说。所以就是双方都付出了代价，只不过一个代价可能小一点，男方代价可能大一点，就是仅此而已。不过太傻天书里面不是说很多事情没有对错，没有好坏。他这个错误的意思就是指我们想要一个美好的结果，那你这个选择是不利于产生美好的结果的。太傻天书说的所谓的没有对错的话，它实际上指的是你从思维上，你不要认为这个就是对的，这个就是错的，但是你从事情的走向来看，你想要这样的结果，那得到另一种，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但是你站在很高的角度你去说，你说可能女方因为这个得到了教训，然后她从此成长了、提升了，男方也因此而改变了，然后怎么样了、提升了，或者这也可能是一个对他俩来讲是一个正确的一个事件那你要站在更广阔的角度去看。但实际上我认为两个人从现实的角度来讲都输了，因为他们之前的这种可以说是很急功近利的一种去寻求婚姻的这种方式，本身就导致了这个事件的崩溃崩盘。所以就是有时候你不觉得就是自由恋爱的，就是常识来说，好像自由恋爱，王子和公主在一起了，应该是从此就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你要就统计而言的话，其实实际上有一些国家它包办婚姻的那个离婚率反而是最低的，比如像但不代表说你包办的婚姻他们是生活很幸福的呀，他们只是没离而已，可能各自外边都各自都找了。对，这种
我跟你说，婚姻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人想象出来的一种东西，它不是什么神圣的或者完美的。以前我就研究过这个婚姻的话题，婚姻本身就不是一个什么高级的东西。就是这个延展出去就能说太多了。所以说，就是总而言之，婚姻本身也是一个不完美的一个很折中的一个方案，或者说是一个很蹩脚的一个方案。它本身就是充满了瑕疵、很简陋的一个东西。然后人们还去寻求这样一个简陋的东西去来保护，或者说维护双方的这种所谓的利益或者说幸福，这个本身也是可笑。所以在中国人传统的婚姻观念当中，如果说什么是错误的，就是人们认为我一定要怎么样，在什么样的年龄去怎么样结婚生孩子，这种想法本身是错的。因为没有所谓的一定或者那种必须，因为婚姻不能带给人幸福，它只是一个方案而已。但是人们因为太恐惧了，接受不了没有婚姻，就觉得聊胜于无。你能明白这种感觉吗？是的呀，是的。对呀，因为人本身自己是不够圆满的一个状态，所以要赶紧去寻找一种保护、一种措施，来让自己镇定下来。对，如果说一个人他到了那个37、38岁，他没有结婚的话，他有可能会胡思乱想啊。但是不用胡思乱想，并不代表直接其他人就帮他胡思乱想了，然后他又不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所以他就更加的恐惧。对呀，但是结了婚的人呢，他可能是他也不是说没有那个什么那个情绪负能量啊，他只不过是因为他孩子，然后他家里的那各种琐事搞得他就是另一种折磨与痛苦了。对，也就是说，你的生活如果是冷清的，那么冷清有冷清的孤独和寂寞，但是冷清也有冷清的简单和平淡。那你的生活如果是很热闹的，儿女满堂的，那么有这种热闹的幸福和甜蜜，但是也有一定它背后的代价，就是很多的压力和痛苦，还有争执和这种一系列的剧情吧。它没有完美的，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完美的。就人类的生活，你是看不到一种完美的存在的，它人间是没有完美的，你只能找到一种完美的心态吧，我觉得。但是你在生活形式上来寻找完美的话，这个一定是找不到，因为从古到今几千年、上万年，人类都没有找到这种方式，最后研究出来了一个特别蹩脚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就是目前是唯一能够凑合行驶下去的。但是很多现在年轻人有独立思维的这种人已经开始抛弃了这个东西了，他就觉得这东西不好使，我也不跟你玩我也不领证，就是这样的。其实我本来是想说啊，就是我很赞同你的这个观点啊，就是婚姻它本来就是人想象出来的一种那个一种概念方案，就是对，你说把两个解决方案，对，把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通过一种无形的枷锁给它绑定。你想想，就是我们当时那个幼儿园的上幼儿园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班上的那些班花，那些女孩子，或者说那个时候玩得很好的那女孩子，她过了这么多年，到了现在，难道还和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认知都保持一致吗？那肯定都已经换了多少轮了。但是你要是反过头来，现在结婚的话，等到了60多岁，再来去看我们现在的这种认知，那就跟我们现在去看幼儿园的那种认知一样。那你要把它就是那么几十年都给绑定在一块儿，其实也是有一点恐怖的。不过我现在重点就是想说呢，你看像印度那边，我之前就很好奇嘛，就是他们一般到大学的时候都不怎么谈恋爱的，有的很多那些男生女生可能关系很好，但是手都没有牵过，只是他们可能情窦未开，你可以说他们可能开窍的比较晚吧。好，然后我就很好奇啊，那你们到了那个到了30岁左右，你这怎么找对象呢？你根本就没有那方面的意识嘛。
后来才知道是人家家长帮他找，就他父母可能就是找各种亲戚啊，在老家去打听有没有那个年龄差不多的，然后然后最后男方家长和女方家长感觉都比较门当户对，或者说还会去算他们的八字，感觉还比较可以，然后最后再去他们先结婚后谈恋爱，那是到现在还有一定，然后还有所以这种情况下，一般可能那个男生比女生大个7、8岁都是很普遍的，那个就有时候他去读硕士，就是去读大学读硕士。然后再去工作，他可能那么一段时间，他也不是说那种颜值超级高的，像那个鲜肉那么帅的，就错过了嘛，没有找到女儿，然后父母去帮他在老家里面找一个，然后这种情况下，就我想说的就是呢，他离婚率低的话，我觉得是不是说上一代人他有他的那个智慧在那里，他能够更好的去来评定。我觉得不见得是智慧，就是上一代人可能忍耐能力比较强吧，然后不像年轻人这么敢打破束缚，追求自我，追求幸福，追求自由。就是你不要去高估以前的人或者古代的人有多么的幸福吧。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不要去神化或者说盲目的去崇拜某一批人或者是什么，其实大家都差不多，都是人，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的选择不一样而已，然后不同的选择就会有不同的感受。没有什么是必须的，除了你吃饭睡觉是必须的之外，其他的都是一个可选的东西。也就是说除了这些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外的话，其他的东西都对于人类来说都是一种奢侈品，包括你想去繁育的这种繁殖后代的这种欲望，这本身也是一种奢侈品，它不是你的一个必需品，它和你渴望就是什么金钱啊、权力啊、名声啊、才华呀，那些东西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一种欲望。对，都是一种欲望。就打个比方，比如说医生宣判你得了某一种什么不治之症，你只有1年几个月的时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首选的不是说我必须得有个后代，你第一反应是我要怎么样延长我的生命，对不对？就是人都会去解决自己当下最着急迫切的问题，比如说你现在就是被什么这个雪崩给压在雪底下喘不上来气儿了，这个时候你最想解决的就是呼吸的问题，你也不会考虑说我还没有后代呢，我还没结婚呢，我还没怎么样，那些欲望都会直接就像泡沫一样就没有了。就你会发现呼吸才是人类最基础的一个需求，只不过你是满足了这个需求之后，你变得不满足了，然后开始追求下一个目标，下一个想让你感受更好的一个目标而已。就这个游戏它就是这样一种玩法。就本质上都是一些欲望。可是如果是说有一个伴侣的话，假设他们互相之间能够彼此照顾，然后互相帮助，而且也精神上也很同频，然后一起提升，这不是两全其美吗？是两全其美啊，但是你只是看到了好的那方面呢，就所有事情都是正反相对呀，就是都是两面的呀。那可以相互照顾，就可以相互抛弃呀，大难临头各自飞呀，都是成双成对的去出现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就只能去顺其自然，接受这个老天爷的安排。如果命中有这个缘分的话，躲也是躲不掉的。对。如果说命中没有这个缘分的话，过多的都是自己的一种揣测想象，这是更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在过于渴望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把你很多的自由交给了那个东西，你就变得不自由了，就会你做很多定义，我得怎么样之后我才能快乐和幸福。那你就使得你现在的状态就是你在没有实现那个愿望的之前，你是没有办法真正幸福和快乐的。对对，不，就所有的渴望是没有错也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让那个渴望成为了一种填不满的一个欲望，那个欲望会让你欲火焚烧，然后最后就会做出很多很可怕的这个后果的事情。就是人要有一种很淡然的一个心态，才能真正收获所谓的幸福。因为你对一切的东西，如果那个欲望超过了临界点，它就会控制你，你就不再是主人了。就比如说人不可以饿得太狠，比如说我们1顿2顿不吃，我们还可以保持体面，对吧？我们饿一饿，瘦一瘦。但是你真的是你10天半个月没吃，你就会变得很恐怖。对，你就会变成一个野兽，就是那种已经不是人类的状态了，可能就是那种《指环王》里那个格罗姆那个感觉，就是拿个鱼就上来就啃，就是这种感觉。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可以，就是说找一些自己的方式去排解，或者说去补偿一些你没有办法短期实现的一些欲望。就是你看很多有智慧的人，你经常看抖音的时候会说，他说你要去从生活当中去寻找小幸福，很小的一些点，去提升你的满足感。对，我是很认可这个的那个《了凡四训》里面也讲到说，你不要因为那件善事是太小了而不去做它，有一些很小的一些也不要因为那件事情是一个小小的罪恶而去做它，就是不要小看累积的力量。对，因为人毕竟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存在，然后其实大脑病毒它更多的是愿意去吓唬我们，然后去做很多定义，然后阻止我们，也不是说阻止，就是它会让你变得很不自由。就比如说你正常来讲，你吃一顿饭，你吃一个泡面，喝一杯茶，你就觉得其实挺好吃挺幸福的，但是大脑病毒会跳出来说，你也太没追求了吧，等等等等等等等，对不对然后或者说你看你这个人真是没有前途就这么点东西你就满足了别人给你个微笑你就快乐了。就是大脑病毒总是在嘲笑你，总是在让你变得不自由，总是要给你画一些宏伟的一些东西，然后让你变得非常的刻苦努力。对啊，总给你一些你实现不了的目标。对，他有时候就会有那种声音你说大脑病毒，他会说你有什么资格笑，你有什么资格幸福，你现在功成名就了吗？你现在对象找到了吗？你现在房子别墅买了没有？豪车买了没有？他就会不断的去否定去打压，有的时候是啊所以说怎么判断是大脑病毒的声音呢？就是这些声音出现之后，如果你相信了它，听从了它，你就不会快乐了，你就笑不出来了。那这个你就连想都不用想，它一定是大脑病毒的声音。然后太傻天说就经常说，往往我们都走不到哪一步，或者说这个书看不到哪一页之后，我们就已经被大脑病毒打败了。是这样的，因为你会觉得太傻天书写的这些东西可能是没有价值的。然后为什么呀？因为大脑病毒让你这样去认为因为它本身就是恐惧而你去信奉这本书的话，就相当于你去信奉的自由这个东西你就相信什么是就是真爱这个东西，爱本质是自由嘛，就你会觉得我相信了爱，我相信了自由，我就不再从此吓唬自己了。那这个大脑病毒是接受不了的，它一定会找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束缚你。对，所以就是你看为什么我就觉得婚姻这个一夫一妻制的这个婚姻，你说你
一定绑定爱那么一个人，这是不是稍微自私根本就了一点？绑不了啊，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啊。对呀，那如然后果说婚姻能让一个人爱一个人一辈子的话，那这个世界上，那还有那些故事都从哪儿来的呀？小三、小四、小五、小六的都从哪儿来的呀？为什么所有的富豪都有外边都有一个情人，家里有一个夫人？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啊。所以说婚姻根本就带来不了什么，它不会改变一个人的心意。物质上的话，现在也是越来越，就是说很多东西也是保障不了的。所以说婚姻不是说它没有价值，而是它的价值随着现代人的一些觉醒和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一些情况，我们会发现婚姻的束缚和意义开始变得越来越半透明了，不再像以前那么的绝对化了。然后所以现在很多所谓的这个结婚率啊、离婚率就开始增，这个对吧？都有一些跟以前的不一样，结婚率变低了，离婚率变高了，因为人们发现这个枷锁和束缚的意义不是很大，那干脆就扔掉它了。不过你要说对于孩子来说的话，他父母能够有一个那个稳定的婚姻关系，对于孩子的成长，是不是说要更加的那个？这个东西就是看情况，其实也很复杂，因为很多专家也说过，说一个不健康的婚姻实际上还不如是那种离婚的状态，然后父母双方至少都是比较正常的一种感觉吧。与其天天在一起冷暴力啊或者争吵，还不如就分开，对孩子的心理可能是更健康的。就是它其实都是各有利弊。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个综艺，也是那个艺人，他就说他的父母就是没有什么感情，但是硬在一起很多年凑合的，然后给他就造成了一个很不好的婚姻观，就是有什么事儿都憋在自己心里，然后也不去跟自己的伴侣去交流，然后对，就是都是有一些影响的其实。所以说真的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完美的解决方案就是我觉得就是不存在，就是完美的解决方案。因为你只有不存在之后，所有跟存在相关的问题都没有意义了。就打一个比方，你有一个比如说什么样，你有一个宇宙飞船哈，你有一个私人飞机，那么这个私人飞机所有的出现的问题都会跟你有关，对不对？你都会去在意。但如果你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你就跟他有关的所有烦恼都消失了。其实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我记得就是我们，所以说佛学就是讲空嘛，他就是希望你把你最后所有的东西都空掉，空的就很干净之后，你就自由了，你就没有东西可烦了。对，我记得我们初一的时候语文学过有篇课文嘛，说有一只小白兔，它很喜欢月亮，然后每次有时候月亮阴晴圆缺的话，它都能够看到它不同的美。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女神就对他说这个月亮送给你，从此之后这个月亮就是你的财产，就是你的礼物了。结果呢，他再看到月亮，只要月亮被一朵云挡住，或者说他突然月食啊，月食啊，或者是说那个就是月缺呀，他都想，哎，我月亮是不是要被人偷走了呀？然后就开始他就有了牵挂，有了惦记，然后就然后反而远远没有原来那么快乐。对，其实这个是一个真理但是大部分人是接受不了的。但是没关系，慢慢来吧，我们一点点提升智慧。就是人什么是觉醒或者说智慧提升的开始，就是当你意识到其实真的一切都是过眼云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切的这个事物的意义对你来说开始变得很淡了，然后你开始享受过程，而不是那么的在意结果了。就跟我们这个人生是一样的，其实都是过客，然后都是很短暂的，然后所谓的伟大与卑微都是我们自己去自己在意的，对，真的是没有意义
但是你的大脑病毒永远不会去这么告诉你的，只是你可能会清醒片刻，几分钟一天，但是你不会永远这么清醒下去。所以智慧的提升和学习是一个反复的过程，要不停的去重复。对，我觉得智慧的状态就是有了伴侣啊，那就接受他的一切，我对他没有什么欲望，或者没有说你要变得怎么样。所以说人性的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是你需要去慢慢去修掉的我们理想状态下情况我们都知道怎么样，但是真正你去和人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很多东西你不理解的时候，你就会很愤怒。就是你理解不了的时候，你就会发生沟通的障碍。就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明明我是为了你好，帮助了你，但是为什么你反过来会记恨我，会讨厌我？你觉得完全不可理解，对吧？但是这种情况都会发生的，就是关心可能也会变成毒药。这个人性就是这么多变和复杂。对，包括很多网友说的那种，就是大恩如大仇嘛。其实现实生活中真的这种情况是非常的常见，太大的恩情最后就会变成仇恨。就人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说不要对人性有太高的期望，对那个佛性或者说灵性有一些期待还是可以的，我觉得。不是说人的大脑只被开发了10%，然后之所以就是没有达到佛性灵性的状态，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大脑病毒阻碍我们的进步。那如果被开发成20%、50%，那难道就是那种超体的状态，就是那种无限的，然后觉得整个宇宙融为一体的那种状态？我觉得与其说开发大脑，不如说是打破大脑对我们的束缚。也就是说，所谓你大脑利用率达到20%，其实就是大脑对我们的束缚减少了20%，这样去理解，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其实大脑就是用来束缚你的，它就是给你制造恐惧的。你没有大脑的话，你就不会恐惧了。我是这么感觉的，但是这个不符合真相啊！真相是实际是我们潜意识里的一些罪疚是在意识当中的，不是在大脑层面的。大脑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但是它背后的意义是小我层面的，就是它背后的主人并不是我们的自信。就出现了大脑这个东西，就证明灵性已经就是说有一些功能障碍了。因为灵性就是绝对的自由它不需要任何的工具去使用吧，就可以说，就是因为你根本现在就逃脱不了大脑的控制，所以说可以说工具变成了主人，然后主人变成了奴隶，这个就是一个本末倒置的事情但是现在就是已经地球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人们还不自知，还觉得没什么问题，然后每天上演着各种各样的悲剧，我们还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人类就是麻木到了一个极致，就是就跟工厂当中的那些鸡鸭是一样的，看着同伴每天被杀了被怎么样的，他们都没有感觉。你说现在国内这个生育率、结婚率下降，我看到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有个什么叫51号宇宙，就是科学家拿小老鼠做实验嘛，然后在一个就是食物和那个什么空间都一个无限的状态里面开始去养，然后小老鼠等它多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明明还是有足够的那个食物、足够的水，但是就是因为空间比较紧巴了，然后就慢慢就开始就是不想结婚，
然后有那种就是甚至有些同性的一些倾向，然后说什么韩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中国的话也有着一定的这个趋势吧，你就是对这个你是怎么看的？它可能就是生物的一些基因上的一些设定吧，就是本能性的一些东西吧，可能我觉得是基因序列的一种表达，就是它是属于生物的这方面的东西，跟灵性什么的倒没有太大关系，就是生物的一些本能性的设定，一些自然环境啊，外部的环境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可能生物体自然本身就会，就像说海里边有一些植物啊，不是植物，那个动物，它就会在比如说缺乏雌性的情况下，这种鱼就会转变成，就自动就会转成雌性，公鱼可以变成雌鱼，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自然界它会有一套补偿的方法，这就是属于自然界的一些法则，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自然法则非常的怎么说，千奇百怪吧。那你就想想昆虫那个都可以把同类都给吃掉了，对吧？交配之后都可以把这个雄性给吃掉了，为了繁育后代。包括我养的这孔雀鱼都是自产自销，那个母鱼边生边吃，那你说这个有什么道理吗？对，那看来还是人类的话要那个灵性比动物要高级一些。对，高很多，我们至少还是有一些伦理的。我们自己生的孩子我们自己不吃，这个就是说比鱼类灵性高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据吧，我觉得。对，然后因为那个鱼它是意识不到这个是有问题的，它没有伦理的概念，他觉得我吃这个我自己下的卵和别的人下的这个卵是没有区别的。对，以前好像说那个打仗的时候有那种易子而食，就是当时那个什么秦国赵国长平之战，然后还有1分钟，对，赵国的邯郸城被围困了嘛，然后老百姓断粮了，最后不忍心把自己的孩子杀掉，然后就跟交换邻居家的小孩。对，因为实在是吃不下去自己家的。对，所以说人类在极端情况下真的会做出很多让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有一些电影也是这么演的，对吧？对，但是我都能理解，因为人类就是这样的，它和动物其实还是有一些交结的动物性的东西。行，那这一期我们就聊到这儿。然后好，就聊到这儿。下期再见吧。好，拜拜。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